我的蛇每日都要被鞭打数百下，只因我5岁还不会说话。父皇却意外听见了我的心声。5岁了还不会说话，这舌头留着也是摆设，不如每日替皇上好好管教管教。求他，雪儿还小，求你别打了。打是一日不落，饭可就这一碗。娘娘，您还是先顾好自己吧。雪儿，母妃不饿，你正在长身体，多吃点儿。母妃，你走路都没力气了。我不饿，我一点都不饿。这果子像极了画册里的葡萄。母妃饿得没力气，我摘回去给她吃，她肯定就有力气走路了。朕出去走走。父皇！母妃说过，树长大要施肥，这果子会不会沾过脏东西？不管了，肚子真的好饿。真好看啊！这果子有毒，不能吃。他说话的时候是在忍着笑吗？他肯定是在嘲笑我笨。看在他动作这么温柔的份上，我决定大度一点，不跟他计较嘲笑我的事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这人真没礼貌！我明明就不会说话，他问什么问？哼！这宫里谁不知道九公主是个哑巴？看清楚了吗？原来是九公主，这我送你回去。放开我！快放开！谁知道你是不是坏蛋？别怕，我不是坏蛋，我是你皇叔。对，是你父皇的亲弟弟。皇叔？我是听说过父皇有个关系特别好的弟弟，经常在宫里走动，大概就是他了。真希望父皇没他这个弟弟长得这么好看，不然我还怎么心安理得的讨厌那个便宜父皇？看他这么紧张我就不怕了。谁让你乱跑的？雪儿，怎么了？公主没事，摔了一跤。今天10公主5岁寿辰，宫里贵人们都忙着呢，没人回来管你。你就是瞪死我，告状也没用。他说的没错，往常被欺负，贵妃也都是3两句就打发走我们，根本没人做主。幸好皇叔刚送我回来，肯定没走远。还想跑？给我回来！放手！放手！你这个小畜生！
生我以往都忍了，你若是敢伤害雪儿，我便把这一切都告诉皇上。告状！嘉妃娘娘，你见得到皇上吗？谁不知道皇上已经5年没见过你，不过是占着个位分的名号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宠妃了。母妃，不要，都怪我，我真没用。雪儿，这是你父皇身边的太监总管李德顺。李公公，您听奴婢解释，是九公主她……哼，宫女敢对妃嫔和公主下手，当真是闻所未闻。带走，关进大牢。九公主受惊了，您放心，这事老奴一定会如实禀报给皇上，给您和娘娘讨个公道。整整5年了，如果父皇真想管，怎么会等到今天？这大概只是李总管的客气话吧。哎呦，九公主真是折煞老奴了。您且等着，好日子在后头呢。好日子，虽然不太懂他为什么突然这么说，但他看起来是真的想让我们好。九公主，这是专门给您做的，尝尝鲜。好香，好甜，原来这就是桂花糕的味道。雪儿，少吃些，小心积食。那个便宜父皇怎么突然转了性子对我们这么好？一整天都觉得像在做梦。姐姐，皇上念着咱们姐妹情深，特意准了让妹妹搬来这钟粹宫，往后咱们2家多亲近亲近，您可千万别嫌妹妹叨扰。原来这一切的改变都不是给我的，是给他们准备的。双儿这孩子有点认生，姐姐别见怪。认生也是正常的，毕竟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还是主动点吧。淑嫔妹妹，这是我当年怀着许来时皇上赏下的，一直收着，全当是给你的见面礼了。哎呀，姐姐这礼可太贵重了，妹妹就厚着脸皮收下了，真是多谢姐姐惦记。虽然淑嫔总是笑盈盈的，说话也这么温柔，可不知为什么，看着她我心里总觉得有点别扭。难道只是因为原本以为的好日子其实是给他们准备的？
心里落空了才不舒服吗？既然要一起住了，还是去主动找十公主玩玩吧。谁要和她一个哑巴玩啊？母妃，你看她那穷酸样，真以为我和她一样不受宠啊？跟她玩简直丢死人了。她母妃也是，拿那么多年前的赏赐出来显摆什么，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年头。等我平安生下你弟弟，这钟粹宫的主位自然是我做。那对母女真是半点看不清形势。九公主，王爷请您去御花园一见。皇叔，虽然那天他走得匆忙，但他可是这些日子以来第一个真心对我好的大人。随手做着玩的，给你。怎么看你不太高兴？我听说淑嫔性子最好，十公主又和你年纪相当，他们住进钟粹宫，你不是更好有了玩伴？没有不高兴。若是不喜欢他们，我可以去跟你父皇说一声，让他们搬走。不用，我不想给父皇添麻烦，何况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。父皇疼他们，我和母妃才能跟着沾光，吃上点好的。要是他们走了，我和母妃又吃不上饭怎么办？说不定那些新调去的宫女，是你父皇特意派去照顾你们的呢。怎么可能？他都没见过我。你就这么不信你父皇？哼，虽然不懂皇叔为什么这么在意我对父皇的看法，可现实就是他从来没为我做过任何事，我为什么要信他呢？你是不是特别恨你父皇？我怎么会恨一个陌生人？回宫后总觉得他有些不开心，虽然不知道是哪句话说错了。那就做一个小兔子灯笼吧，下次送给他当道歉礼物。毕竟我已经5岁了，要学会包容一个大人。皇叔已经2个月没出现了，果然大人说话都是不算数的。钟粹宫的人越来越多，果然是为了照料怀孕的淑嫔，我就知道我没猜错，这些好东西从来都不是给我的。真好看，像春天刚发芽的小草。十公主每天都有穿不完的新裙子，真是让人羡慕。母妃，你看，那匹青芽色的一定是送来给我做生辰礼的。九公主，内务府新到了几匹缎子，奴婢奉命给您送来。
九公主，请站直些，奴婢为您量身。这真是给我的，不是给十公主的吗？您没看错，这是皇上特意吩咐送来的，指明给九公主裁制新衣用的料子，让奴婢给您量量尺寸。九公主长得真快，这身子骨见长了。皇上还说了，以后每3个月就为您裁一批新裙子，保准让您穿得鲜鲜亮亮的。以后每3个月都有新衣服，那个便宜父皇竟然记起我了。他不知道，以前我的衣服都是母妃拆了自己的旧裙子改给我的。一想到以后的冬天，我和母妃都能暖和的度过，不用再冻出病来，我就真的好高兴。九公主宽心，这料子拿去制衣局赶工，过2日就会变成漂亮的新裙子，给您送回来了。这块缎子，刚才内务府送来时怎么没给我看？谁给你的胆子把它藏起来的？父皇压根就不记得宫里还有他这个女儿，怎么可能给他送这么好的缎子？这一定是送给我的，只不过被你们这群奴才送错了地方。你一个哑巴，要这种东西干什么？你这个的哑巴，居然敢偷我的东西！你偷我的东西做什么？哎呀，我的十公主，你消消气。这确实是皇上指明送来给九公主裁新衣的缎子，出不了差错呀。皇上送给他的，一个的哑巴也配穿这种颜色的绸缎？不，别踩，那是母娘冬天的希望。你瞧瞧你这副丧气样，果然破烂配哑巴，你也只配用这种别人踩过的脏东西，哼，真没见过世面。不过是一块布，也就你这种没爹疼的东西才把它当个命根子似的宝贝着。可这分明是5年来父皇第一次送我的东西啊！十公主，你为什么要无故推倒许儿，甚至还要践踏她的东西？娘，嘉妃娘娘凶我！姐姐这是做什么？动这么大气，别吓坏了孩子。娘，我没有推他，是他自己没站稳摔倒的，他还想抢我的东西。是玩闹还是欺负人？我这双眼睛分得清。这缎子是皇上给许儿的，十公主弄坏了东西还动手推人，让她立刻给我女儿道歉。不过是小孩子之间的一场误会，
姐姐何必如此较真？倒是姐姐这副咄咄逼人的样子，可真让妹妹有些消受不起。我不能只让母妃一个人受委屈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再说最后一遍，让十公主向雪儿道歉。姐姐，我原本还想着你年长，在宫里总归要给你留几分面子。既然你非要为了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撕破脸，那我也懒得再跟你装什么姐妹情深了。带着你那个没用的哑巴女儿，现在就给我搬出去！我是皇上亲封的妃，你不过是个嫔，你有什么资格让我搬出主殿？妃，那是以前，我如今怀着龙胎，若是诞下皇子，这主殿迟早是我的囊中之物。何况皇上5年没进过你的门了，你心里没数吗？你现在还算哪门子的妃？还愣着干什么？那是我们的家，谁也别想抢走。你们放肆！那是皇上赐的居所。怎么？本嫔的话，在这钟粹宫已经不管用了吗？谁若是想陪着这2位去住那漏风的柴房，尽管站着不动。整个钟粹宫，竟然真的没有一个人站在我和母妃这边。双儿，咱们走。这主殿乌烟瘴气的，等奴才们打扫干净了，咱们再回来。等本妃回来时，要看见主殿的东西全部安置妥当，多余的破烂一件也不准留。嘉妃娘娘，求公主对不住，奴婢们人微言轻，实在是没办法。对不住有什么用？我们的东西都被踩烂了，你们还是在帮那个坏女人。雪儿，别捡了，走，我们去找能做主的人。哎呦，本宫瞧着都心疼。淑嫔这次也实在是太不像话了，怎么能把你们母女赶出来呢？贵妃娘娘人这么好，一定会帮我们把主殿抢回来的。可说到底，毕竟淑嫔现在怀着龙胎，那是皇上的心尖子。姐姐，听本宫一句劝，这等小事，你且为了皇嗣忍着几个月便是。你放心，本宫都记在心里呢。等几个月后她平安生产了，本宫一定亲自为你们母女主持公道，定不叫你们白受这委屈。忍几个月，东西都烂了，房子也被抢了，
几个月后再主持公道，那还算什么公道？母妃，我们要去找那个5年都没见过面的父皇了吗？哎呦，嘉妃娘娘、九公主，您二位怎么这时候过来了？真是不巧，皇上这会儿正忙着呢，怕是腾不出空来见您。那是十公主今天穿的鞋子。舒桂荣和十公主动作真快，已经抢在我们前头来了。父皇本来就不喜欢我们，他们一定在里面说我们的坏话。父皇，您看儿臣画的这个纸鸢好不好看？哈哈哈，朕的小石画的最是有趣，想要什么赏赐尽管开口。里面的声音真热闹啊！父皇真的不要我们了吗？雪儿，是母妃没有。这怎么会是母妃的问题呢？明明是父皇太偏心了。母妃明明也为他生过2个孩子，他凭什么不管不问？凭什么放任那个淑嫔骑在我们头上撒野？传李德顺进殿。嘉妃娘娘、九公主，快，您二位快先回钟粹宫瞧瞧吧。皇上这时已经同意淑嫔月里住进主宴的意思了。嘉妃娘娘，如今哪还有什么淑嫔，得叫淑贵人了。皇上圣心难测，您啊，赶紧回去瞧瞧，看了便什么都明白了。奴婢见过嘉妃娘娘。皇上刚才亲自下的旨意，这钟粹宫的大小一切事宜，往后全凭您一人做主，谁也不得逾矩。九公主，您的身量尺寸，刚才李公公已亲手送去制衣局了。皇上特地拨了库房里的另一匹青芽缎子，说是过几日就给您送来裁好的新裙子。另一匹青芽缎子，那个坏女人踩坏了一匹，父皇竟然又补给我一匹。雪儿，难得皇上有这份心，你想做什么就尽管去做吧，母妃不拦你。谢谢父皇。九公主放心，奴婢这就亲自找人给皇上呈过去，保准皇上看了心欢。是。哎呀，姐姐，刚才都是妹妹猪油蒙了心，被那起子没眼色的奴才挑唆了几句，这才动了气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千万别跟妹妹见怪呀。淑贵人慎言，这主位既然是皇上定的，那便按规矩来。今后
你我井水不犯河水便是，其余的废话不必再提。姐姐教训的是，妹妹这就带着双儿回偏殿。父皇的态度虽然变化的莫名其妙，但能让这两个坏女人吃瘪，真是天大的好事。九公主，御花园那边，王爷有请。皇叔，我就知道他没忘记我。这灯笼是送我的。听说你今天受了不少委屈，又是抢房，又是踩坏了缎子。不对呀，今天是皇叔在帮我们吗？我就说嘛，那个便宜父皇怎么会突然转性？一定是皇叔去替我们求情了。算是吧。果然还是皇叔对我最好，那些坏女人根本不知道我也有后台。皇叔这么好，如果皇叔是我亲爹就好了。别怕，以后没人敢这么欺负你们了。雪儿，以后你希望你父皇怎么做？父皇吗？其实，只要他偶尔能想到我和母妃，能像现在这样偶尔出现一下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罢了，你还小。接着，皇叔真的好大胆，堂堂王爷竟然带我爬树摘花。不过今天御花园正好没人，不然咱们肯定要被抓去问责。飞起来啦！皇叔送的凤凰真威风。那是
臣等无能，舒贵人这一胎终究是没保住。是他，就是那个邪物害了我的皇儿，那根本不是什么凤凰，那是专门吸食胎儿精血的鬼车鸟。妹妹，你这是伤心过度，胡言乱语了。不过是个孩子玩的纸鸢，哪有这种本事？快别胡说了。我没胡说，太医分明说我胎相吻的。为何九公主一放纸鸢，我就见红了？一定是江雪儿这小贱人诅咒我。太医确实说她胎相吻，突然滑胎是奇怪。可这纸鸢画工精美，怎么看也不像诅咒之物啊。舒贵人，你当真是执迷不悟。雪儿才5岁，你为何要把这种弥天大罪推到一个孩子身上？5岁又如何？这种天生残缺、不会说话的哑巴，心思最是阴毒。他就是见不得我有身孕。你们若是不信，大可问问他，这害人的邪物到底是哪儿来的？好啊，不仅心思狠毒，还学会信口开河攀扯王爷了。江雪儿，你小小年纪就敢如此狠心，竟用这种脏心害我的孩子，你真是这宫里最阴险的小畜生！贵妃娘娘明鉴，雪儿年幼，生性纯良，从不说谎。定是此前在园中不慎被人骗了，这纸鸢来历绝非他本意，此事疑点甚多，还请娘娘仔细调查，莫要冤枉孩子。嘉妃，事已至此，人证物证俱在，牵扯到外男，九公主这次，本宫怕是也帮不了你了。外男？皇叔不是父皇的亲弟弟吗？为什么说帮不了我？九公主，你还装模作样？你母妃没告诉你，外男绝进不了后宫吗？外男进不了后宫，那皇叔是假的？陪我爬树摘花，送我纸鸢，因我生气的人到底是谁？不，他虽骗我，却绝不会是害人的坏人。贵妃娘娘，臣妾皇儿死的凄惨，求您做主，严惩凶徒啊！鬼车鸟，诅咒如此阴毒，九公主才5岁，若无大人在背后指使，她怎会知道这种暗杂手段？最有可能指使这一切的，便是她心怀怨恨的母妃。贵妃娘娘，臣妾绝无此心，求贵妃娘娘做主，将这歹毒母女关入大牢，严加审讯，以为我皇儿在天之灵。纸鸢是朕给他的。舒贵人的意思是朕在用纸鸢诅咒自己的皇嗣吗？父皇，这明明就是我认识的皇叔啊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叔竟然就是父皇，那我之前在地上写的那些嫌弃他的话，他岂不是全看见了？完了完了，他会不会治我的罪啊？别怕，朕在这儿。李德顺，把那纸鸢呈上来。没错，这画工，这扎架，确是朕当初亲手挑选，送给雪儿的那只凤凰纸鸢。既然是皇上御赐之物，那定是舒贵人伤心过度，瞧差了，全是一场误会。舒贵人滑胎想必是个意外，
回头让太医多开几副方子，好生将养着便是。站住！朕让你们走了吗？后宫之事，贵妃你就是这样含混管理的？皇上恕罪，臣妾也是忧心淑贵人的身子。淑贵人滑胎疑点重重，你身为协理6宫之首，不思彻查真相，竟想拿一个5岁的孩子顶罪。传太医，带着淑贵人近期的脉棒和药渣滚进来。记录显示，从上个月起方子便变过，可这药渣的颜色为何会有如此细微的不同？皇上饶命！臣等确实暗方抓药，实在不知这药渣中为何会多出这些东西呀！奸药宫女居心叵测，拖出去，勒令处死。太医玩忽职守，贵妃失察之罪难逃。传朕旨意，通通罚俸3月，以儆效尤。雪儿，还在生朕的气吗？我有点懵，我明明就没生他的气呀，明明是他之前自己在那儿莫名其妙的生气，转头就走的，现在倒来问我了。明明上次在凉亭是他自己莫名其妙气得扭头就走，现在倒做出这副样子。你这性子，且同你母妃回去歇息吧，受惊了。雪儿，告诉母妃，你到底是怎么认识皇上的？雪儿，你记住，现在对你百般呵护的是他，可过去5年对你不管不问，任由奴才欺辱你的也是他。如何待他是你的自由，母姬不拦你，但你一定要记得，别把自己的一颗心全交出去，别再让自己受伤了，明白吗？好像真的不一样了，我开始有穿不完的新裙子，戴不完的发钗，像是画册里真正的公主了。你们在这了，你们瞧瞧这赏赐，皇上这哪是补愧9公主啊，这心分明是在嘉妃娘娘这儿。可不是嘛，这钟粹宫如今的热闹劲儿，我看呐，嘉妃娘娘重获圣宠是早晚的事儿，说不定哪天这后位……臣妾身体不适，恐将病气传给皇上，先行告退。大人之间的事太复杂，我非得找哥哥问个清楚不可。论语，你背不下来？策论你交白卷，堂堂7皇子，整日只知6鸟斗鸡，简直是不学无术。夫子教训的是，反正本皇子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，您老人家也别白费力气了。这真的是我哥哥吗？在我的记忆里，他小时候为了认字能读到半夜。瞧瞧，本皇子这册历写的如何？字迹清爽，意境深远吧！哈哈！谁带你来的？这种地方也是你能乱跑的？”“”“”“”““”“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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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不是钟粹宫出事了，还是母妃病重了？快写给我看。母妃很好，我是来问你，知不知道父皇为什么老躲着母妃？这不是你这种小孩子该操心的事啊！你回宫之后，只要记着照顾好自己，守着母妃就行，别问东问西，尤其是这种问题，听见没有？那你既然这么担心我们，为什么5年都不回来看我们？难道你也和那些人一样，嫌弃我们是不祥之人吗？这5年，我多少次想去贵妃宫里找你，可你每次都让人把我赶回来。我以为你早就把我和母妃忘了。别动！哟，这是谁家的小可怜啊？跑这儿跟七皇子闹别扭呢？九公主，这儿离钟粹宫可不近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找七皇子了？是有什么事吗？父皇让我有不认识的字，来问问哥哥。啊，是吗？是什么男人的字，竟让皇上亲自开口嘱咐？说给本宫听听。母妃，您看这小哑巴能认几个字儿？不过是些花草鸟兽的名字，他脑子笨，见谁都想问。九公主，本宫在问你话呢，是什么字呀？端午将至，宫中到处都在筹备家宴，这个字最稳妥。原来是这个字，过几日便是端午家宴，皇上倒是有心。既然皇上开了口，你这做哥哥的就收收性子，给九公主好好教一教，莫要负了皇上的嘱托。他竟然还不走，是在监视我们吗？一个字磨叽半天，累死本皇子了。行了行了，咱们走吧，这儿风大冷死人了。您不是答应带我去御膳房瞧瞧新鲜玩意儿吗？此时，哥哥果然有话要对我说。没人，哥哥怎么还没来？雪儿，长话短说，贵妃远比你想的更忌惮母妃。淑贵人这次滑胎根本不是意外，全都是贵妃的手笔。她一计不成，必定还会有下一步动作。我在这宫里扮成这副烂泥扶不上墙、不成器的样子，就是为了让她对我放松警惕，让她觉得我没威胁。回去告诉母嫔，让她千万别为我失望。儿子心里一直清楚该怎么做。我这5年是在等机会。好妹妹，走，别回头。哥哥一个人竟然扛着这么多事，他在贵妃身边就像在狼窝里一样，连说话都只能等子时。贵妃下一步到底要干什么？她害了淑贵人的孩子，下一个会不会是母妃？那个形状看着像是碳，这么晚了，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爆碳出来？必须看清楚那些碳，如果真是贵妃动的手脚，那母妃就危险了。去，这儿是你该来的地方吗？快走开！江雪儿，你眼珠子乱转什么呢？到底想干嘛？我告诉你，江雪儿，你再不走，我就喊人了。你还看？快走快走！你到底走不走？再不走，我真的喊人啦！母妃让我来看看你们的炭火够不够用。够用！咱们这儿好东西多的是，用不着你们钟阙宫瞎操心。快走！你有完
完没完？都对，都对！别以为父皇夸你两句，你就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。雪儿，这炭火和饭菜都没问题，也没见异样。母妃连饭菜都悄悄验了，也没发现不对。想来淑贵人那边若是有问题，太医早就发现了。也许真是被哥哥那番话弄得太紧张，自己在吓唬自己吧。走水了！快来人啊！天天走水了！夏飞尘，这叫什么？景寿，你可有伤着？哪里疼？快让朕看看。雪儿，可有受伤？火有没有燎着你？这宫里接二连三出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淑贵人，你说，好端端的屋子怎么会走火？是他，父皇，一定是江雪儿干的。他白天就鬼鬼祟祟的跑来，一个劲儿的问我炭火的事，我就说他哪有这么好心，原来是提前来踩点，想烧死我们。放肆！朕在这儿，容得你在这信口雌黄，胡乱污蔑你姐姐。皇上，这天里千干物燥，兴许只是哪里的火星子不小心崩了出来，引燃了门帘。依臣妾看，这大抵真的是一场天灾。贵妃竟然会帮我和母妃说话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不过，这钟粹宫近来也确实太不太平了，前有滑胎，后有走水，所以臣妾斗胆私自请了钦天监的几位道长过来，想看看这宫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冲撞了圣洁。启禀皇上，臣等观天象，查地气，发现有天行之象正临此宫，乃是有那残缺燕雅之人因戾气未消，冲犯了紫微星，这才招致接连的灾祸。残缺阴雅，那整个宫里，道长说的难道是九公主？我不是灾星，我没有戾气。如果是指责我放火，我还能找证据辩驳。可说我是灾星转世，这种莫须有的罪名，我要怎么证明我不是？父皇，你也不信我了吗？皇上息怒，此天行之法并非无解，其实化解起来并不难，只需将那灾星移出深宫，安置于玄武门附近的偏僻处，再辅以桃木钉锁其行踪，以诛杀重会宫墙，便可彻底平息上天的怒气。不可能，这都是一派胡言，谁也别想把我的雪儿带走。嘉妃，这恐怕由不得你，冲犯紫薇帝星是何等重罪，若是影响了国运社稷，你承担得起吗？娘娘说的是，灾星不除，轻则地动山摇，重则荧惑守心，国运动乱。到那时，整座皇城都将不得安宁。我不是灾星，我会说话，只要我能发出声音，他们就不能带走我了。
得臣妾一搬进这钟粹宫就事事不顺，先是滑胎，后是走火，原来是有灾星在此。皇上，您可要为臣妾做主啊！臣妾可是您亲自安排住进来的，竟遭此横祸。九公主，既然你们母女如此情深，实在舍不得分开，不如就一同迁去玄武门外安置吧。反正能生出灾星的人，想必本身也干净不到哪儿去。雪儿并非残缺燕雅之人。皇上，此乃关乎国运、关乎社稷的大事，万不可因一时私情而有所偏袒啊！请皇上以国运为重，以江山社稷为重。朕亲口说的话，你们也敢当面质疑？臣等并非质疑皇上，只是体恤皇上的爱女之心。可九公主天生亚雅，不能言语，这是宫中5年间人尽皆知的事实。恐怕即便贵为天子，你也无从辩驳。朕说了，她并非亚雅。雪儿说的话，只有朕一人能听见。皇上，您莫不是在同臣妾开玩笑？这心声上达天灵，未免也太过玄妙了些。心声，父皇竟然真的能听见我的心声，难怪在凉亭，在御花园，他总是能恰到好处的接上我的话。难道那真的不是巧合？众卿若是不信，大可一试。传笔墨，让许儿背对着朕写字，朕倒要看看谁还敢说他是燕雅之人。无论他写下什么，朕都能在这儿一字不差的念出来。写灾星2字。灾星，他竟要我亲手写下这2个字。灾星，他真的能听见，他真的没看纸就知道我写了什么。小鸟花舞，是够了吗？如果朕能听见雪儿的声音，她还能算是尔等口中那个冲犯紫薇的亚雅之人吗？皇上英明，是臣等先前道行浅薄，这哪里是灾星，这分明是大吉之兆啊！唯有心思至纯至善之人，心声才能上达天听，被皇上这真龙天子所感知。九公主乃是大宁的福星啊！胡说，都是胡说！那我的孩子呢？我的孩子怎么会突然没了？道道，你说话呀！这天命难测，许是别处冲撞了。老道这就回去闭门推演。既然钦天监都说是误会，那今日走水之事便当做一场意外吧。天干物燥，往后各宫多加小心火烛便是。皇上圣体要紧，莫要再为此劳神了。父皇，儿臣奉命巡查宫禁，纵火之人已经抓到了。原来父皇早就怀疑了，他竟然悄悄派了哥哥去抓人，根本就没打算把这件事当意外压下去。是他，就是那天晚上我撞见的那个抱着炭火鬼鬼祟祟从侧门出来的宫女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竟然是你！怎么会是你？贵妃，你当年不是亲口告诉我，这个贱婢早就被皇上插办赶出宫了吗？妹妹，你肯定是认错人了。深宫5年，容貌相似之人何其多，当年那个害人的东西早就灰飞烟灭了。母妃，您没认错，儿臣这5年来暗地追查，绝不会出错。他就是5年前那个受人指使，趁乱被派去御花园池塘，想要亲手淹死雪儿的坏宫女。你说什么？淹死雪儿？朕从未下过这种旨意。事关皇嗣性命，今日谁也不准隐瞒。七皇子方才所言到底是真是假？到底是谁敢在大宁后宫动念要淹死朕的亲生女儿？
皇上真是健忘，5年前雪儿被太医诊断出可能不会说话的那天晚上，就被人像丢垃圾一样扔进了御花园的池塘。要不是云锦那天闹着非要去看妹妹，死活拽着本宫去寻，我的雪儿早就没命了。雪儿当时发了几天几夜的高烧，命悬一线。可你呢？你是尊贵的皇上，那天晚上你在做什么？你甚至从头到尾都没来看过他一眼。原来母妃一直记得这个秘密，她藏在心里整整5年，就是怕我知道了会难过，会对她这个父皇彻底死心。母妃觉得是父皇想淹死我，可我看着父皇的眼睛，我不信，他不像是那种人。景少，在你的心里，朕竟然就是那种能对自己亲生女儿下毒手的禽兽吗？说，5年前九公主溺水，今日偏殿放火，幕后主使到底是谁？皇上明鉴，臣妾对此事当真是毫不知情啊。九公主尚且年幼，与臣妾无冤无仇，臣妾为何要害她？定是这贱婢自己心思歹毒，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。是奴婢一人所为，无人指使。父皇，儿臣这5年可没闲着，有些东西还是请您亲自过目。指使宫女杀人，收买钦天监，残害妃嫔。朕竟不知这些年，你就在朕的眼皮子底下做了这么多好事。雪儿太小，带她和嘉妃回仙回去。这脏事，别污了她的耳目。雪儿别怕，母妃在这儿，咱们回宫。母妃虽然哄着我，可我看得出她并不打算拦着我去打听，她知道我想看到结局。听说了吗？贵妃昨个夜里就被刺了白绫，人已经没了。何止啊！七皇子那5年攒下的证据，才只是冰山一角。现在那些人全站出来了，一件接着一件，把贵妃这些年强压下去的那些脏事儿烂事儿全掀了个底朝天。钟粹宫那位主子这次可真是沉冤得雪了。娘娘饶命！是贵妃，当年是贵妃娘娘买通了奴婢和接生的嬷嬷，让奴婢每天在九公主的饮食里下药，才让公主5岁还不能说话。还有那每日几百下的舌边之刑，根本不是为了治病，全是太医听了贵妃的指使，故意编出来整九公主的呀。白灵真是便宜了他，我恨不得把那个毒妇从地底下挖出来，再杀他1000遍10000千。原来这5年的苦全都是白受的。吃。雪儿，你出生了，你真的能出生了。来，跟母妃念花，红色的花。一。他还是不肯见朕吗？嘉妃娘娘说她身体不适，需要静养，请皇上回吧。我懂，母妃心里那口气还没咽下去，她在气父皇5年的不管不问。父皇也觉得委屈，觉得母妃误会了他的心意。我夹在中间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好，朕的雪儿能说话了，
听见了没？李德顺，雪儿叫朕父皇了。父皇，你既然这么开心，能不能去跟母妃低个头，认个错呀？哪怕就一回。你这小丫头，现在真是学坏了，竟然开始用心声指使起朕来了。我明白母妃为什么生气。溺水的事虽然是误会，可父皇5年没来看我们是真的。我虽然小，却也知道，在这深宫里，父皇的喜欢就是最大的靠山。您不喜欢我们，别人欺负我们就是必然的。你才5岁，不，刚过6岁。雪儿，你怎么会懂这么多？可父皇终究是皇上，也要脸面。你母妃这些年根本不愿见朕，连事情都千方百计的推脱，朕总不能去强迫她吧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母妃虽然性子冷，可她以前明明跟我说过，她一直等父皇翻她的牌子，却一次都没等到过。母妃她从来没有拒绝过侍寝呀。雪儿，你刚才心里想的是，你母妃从来没有拒绝过侍寝。那5年里，母妃一直记着父皇可能害我的事，在我面前从不主动提他。但我知道，他心里其实一直倔强等着父皇。他等的是父皇能亲自来给他一个当年的解释。母妃那5年过得好苦，她常常在梦里喊父皇的名字，醒来时，枕头总是湿成一大片。父皇，这里头肯定有别的误会，是不是贵妃那个坏女人搞的鬼？虽与贵妃有关，可有些事是朕当年亲眼所见。父皇，你到底看见什么了？你快告诉我呀！怎么话说一半就跑了？景霄，你看着这张纸，一字一句的告诉朕，这封信是不是你当年亲手写的？所以呢，你就因为这封信，这区区几行字，就5年不肯踏进钟粹宫半步，5年不肯来看雪儿一眼？当然不是，朕不是那种只凭信件就定罪的人。朕曾亲眼看见你和老八在假山后面举止很是亲近。我和八弟，我与他唯一一次单独碰面，就是那年除夕宫宴后，我回宫路上撞见他醉死在路边，摔得鼻青脸肿。我不过是看在他是你亲弟弟的份上，帮他捡起了掉在地上的玉佩。这就叫举止亲昵，这就叫思乡受受。可老爸那天醉酒后亲口跟朕说他倾慕你已久，朕又恰好看见那一幕，再加上你写给贵妃的这封信，朕自然以为你们是两情相悦。这信是我刚进宫时写给贵妃的，当时我为了自保，不得不对她表忠心。你爱信不信？朕信，静叔，朕信你，朕这就去办。父皇，其实我以前不会说话，大概是随了你吧。你明明长着嘴，这5年怎么就不问问母妃呢？非要在这儿自己跟自己生闷气。小孩子家家的，别瞎说。本来就是嘛，父皇真是太笨了，就因为这点说不出口的误会，害得我当了整整5年的小哑巴，母妃也伤透了心。是朕对不住你们母女。这5年来，你哥哥为了查清当年的真相，不得不耽误了功课，故意扮成那副顽劣的样子掩人耳目。你和你母妃更是吃了这么多苦头。静熙，这立后之事并不是朕给你的补偿，你要明白，这大宁朝皇后的位置本就是朕一直给你留着的。父皇又在说大话了，这5年不闻不问的，现在倒说的好听，真当我还是3岁小孩呢。朕初登基时，太后垂帘，权力交叠，他老人家一直想塞自己母家的人进宫，便百般阻挠朕立后。等朕终于能乾纲独断，偏又跟你闹了场荒唐的误会。朕心里憋着一股气，总想着既然你心里没朕，朕也绝不立别人。谁成想绕了这么一大圈，这后位终究还是回到了你手里。
其实这几天母妃心里早就想通了，父皇当年误以为母妃心里有别人，那可是谋逆之罪，可他竟也没罚他，甚至连位位都没降过。他只是像个没长大的孩子，自己在那儿赌气，憋了整整5年的不理人，这本身其实就已经说明了许多事。小九，咱们的好日子总算彻底来了。江雪儿，上前来。启禀皇上，昨夜臣夜观星象，发现紫云地星周遭的晦暗竟如朝露欲息，已然尽数消散。如今天降异象，称紫星伏于天祀正位的大吉之兆，此乃我大宁朝万世不竭之根基呀！什么紫星，什么浮鱼，这老道在胡诌些什么呢？九公主气运不凡，实乃护佑我大宁江山的吉兆。先前是臣等学艺不精，肉眼凡胎，误判了星象，竟将福星当灾星，还请九公主宽宏大量，恕臣白死罪。没关系，朕已命礼部拟好诏书，九公主江雪儿深得天佑，现赐予封号佑宁公主，意为承上天之厚佑，护我大宁永世安宁。儿臣领旨，谢父皇恩典。也许钦天俊那老道说的真有几分道理。从那以后，大宁朝确实风调雨顺，日子一年比一年红火。我也建了自己的公主府，在上京城里开了几家小店，不知怎么的，做什么都赚得盆满钵满。国库越来越充盈，百姓的日子也过得一天比一天安稳。咱们这位佑宁公主，那可是货真价实的活财神，真福星啊！于是，无论在民间还是史书里，他们都说我是大宁朝唯一的福星公主。